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低语，我是 Nico。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关于你们的下一份工作，你们的下一份工作需要的特质，你们在当下需要做出的改变，如何能够迎接到一个更好的未来。那在我们面前呢，有4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第4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我们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首先第一组牌的第一张牌圣杯10，那这10个圣杯代表的是你们上一份工作所积累的经验和人脉，会在下一份工作当中派上很大的用场。而且这张圣杯10代表的是你们下一份工作会需要你们承担更大的责任，可能会是你们在下一份工作当中可能会担任一个团队当中的领导者，这需要你们自身具备充分的自信，还有一定的领导能力。而第二张牌宝剑呢，代表的是你们的下一份工作需要非常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你们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处理大量的信息，或者说多个任务。那这张宝剑的正位呢，也代表的是你们可以很好的胜任下一份工作，因为宝剑上方的这个皇冠，它就是象征的是一种胜利，一种成功。而且呢，你们在这一份工作当中，也会积累很多的经验啊，处理问题的能力啊，包括你们的智慧。而第三张牌魔术师，是你们在下一份工作当中会遇到的一个贵人。这个魔术师代表的是对方拥有非常强的工作能力，也就是说，你遇到这个人，他能够帮助你们更快的成长啊，他是你们的一个人生的领路人。接下来的这3张人生的意义神谕卡，第一张是 School，你们可能说，在找到一份工作之前，你们会经历很长时间的这种学习啊，在学校当中所学的东西也会和你们未来的这种工作有很强的联系。而第二张牌 Children 啊，这张牌可能是你们在未来的工作当中会有机会接触到很多的小孩子。而第三张牌 Travel，你们未来的工作可能会涉及到一些旅行啊、出差啊，或者说大量的往返于某个地方，去到不同的地方工作和学习。那接下来的这几张宇宙神谕卡，第一张牌就是 Stability， 一种稳定。稳定的话就是说下一份工作会比较的稳定啊，可能说你们之前的这种工作经历会有一点动荡啊，不稳定啊，这种稳定的环境会带给你们稳定的发展。那第二张牌第3宫 Messages， 你们的下一份工作会涉及到一些贸易、商业活动啊，或者说谈判，涉及到大量的信息流动和交换。那么第3张牌Jupiter Abundance， 木星带来的是一种富足啊，也就是说上一份工作能够带给你们大量的收获啊，这种收获和回报不仅仅是金钱上面的回报，它还代表的是你们会在下一份工作当中收获到很多的成长、经验还有阅历。你们自身会因为上一份工作而变得更加的丰盛，而你们自身丰富的经历又能够让你们得到更多的机会，这种机会又能够反过来让你们自身变得更加的丰富。一旦你们能够进入到这种正向的循环和反馈当中，就不会轻易的停下来。而第4张牌 Solar Eclipse 日食这种改变是巨大的，会在潜移默化当中不经意的发生。而且下一份工作很有可能会改变你们拖延的坏习惯，而让你们变得自律，拥有很强大的行动力，并且当自身变得越来越富足之后，你们会在下一份工作当中思考自己未来的人生方向。那么太阳牌带来的改变并不是说你们在应对一件事情的过程当中变得更努力，而是你们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会分析问题，并且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调整自己的意图和方法。你们会意识到方向永远比努力本身要更重要。那这种全方位的改变会让你们变得更加的自信，会让你们敢于去挑战一些高于你们的任务和项目。那这个时候你们会以更快的速度去成长。所以你们要注意在工作当中的意图和方法
比你们努力本身要更加的重要。在下一份工作当中，你们要有意识的去收集一些信息，这样都能够帮助你们做出更好的决策，选择一个真正适合你们的方向。也许你们当下正处于某种迷茫当中但是不要害怕，因为人生本来就是会花大把的时间去迷茫，然后用几个瞬间来成长。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我看到第二组牌，你们的下一份工作呢，首先这张权杖3，你们会站在更高处，也就是说你们会去到一个更好的平台，但是工作的话可能对你们来说会比较孤独，会承担一些压力和责任，周围人对你们的一些期待这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成长。所以说从权杖3这张牌可以看到，你们的下一份工作很有可能是作为一个决策者，或者说你们会慢慢的成长成为一个决策者，在未来关键的节点上做出一些很重要的决定。而且这张牌也代表的是你们未来的工作可能会把自己置于一个非常封闭的环境当中。而第二张牌呢，圣杯骑士你们的工作会携带着某种光环，在外人看来会很优雅，很受人尊敬。手里捧着的圣杯是你们的下一份工作可能需要你们有很强的这种语言表达能力、共情能力，还有耐心。圣杯呢，通常也是关于一些艺术类创造类的工作。这张牌代表的是你们天生就有某种浪漫主义的特质。第三张牌星币7，从这张牌面上可以看到，你们的下一份工作会让你们收获到很多金钱上的回报。这些星币也可以看作是某种经验的积累和个人的成长。而我们接下来抽到的这3张人生的意义神谕卡，第一张牌就是 Artist， 你们内心当中可能住着一个艺术家，对于美有着独特的感知和天赋，喜欢自己一个人进行一些天马行空的想象和创作。第二张牌呢 Spiritual Teacher， 你们的下一份工作当中会遇到一个精神导师，那这个精神导师能够帮助你们开悟，或者说完成某种觉醒当然这个导师也可能是你们下一份工作会成长的方向，你们可能会变成别人的老师。第三张牌 Counseling， 也就是说你们的下一份工作会涉及到这种咨询服务会和很多不同的人打交道，利用你们自身的某种技能提供某些服务、指导还有建议。那接下来的这几张牌呢，第一张牌就是 Yacht Destiny。这张牌其实是它某种程度上暗示着你们的命运你们未来人生的发展某种程度上剧本已经写好，无论经历的是顺境还是逆境，本质上都是来帮助你们成长的。当你们经历了一些顺境和逆境之后，你们眼前的风景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但是最后的最后命运的波澜会让你们达到一种从容和淡定的心态。曾经的你们如此期待对整个世界对你们的认可，但是到最后你们才知道，世界最终是自己的，与外部的一切人和事都没有任何的关系。而第二张牌呢 Neptune， 海王星带来的某种牺牲这张牌代表的是有舍才有得，也就是说你们在做决策的时候会涉及到大量的利弊和权衡，你们要不断的舍弃一些东西，才能够在工作上不断的成长。这张牌也某种程度上说明你们在工作或者说学业上不够果断，有的时候会过度的计较细节完美主义，而忽略掉大的方向和策略。所以说这张牌是在告诉你们，某种程度上你们要放弃掉完美主义或者说过于计较细节，会带来工作和学习效率上的这种降低。把握人生的大方向，你们才能更快的成长。第三张牌摩羯座 Capricorn 带来的是脚踏实地的力量。世界上最快的捷径就是脚踏实地，而脚踏实地的完成生活当中的每一项工作和任务。它看起来既枯燥又无聊，好像让你们暂时的落后于同龄人。但是这种看起来原地踏步，或者说可能你们以为的弯路，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捷径。你们要相信缓慢的平和的力量，
在自律和自我建设的基础上，你们最终可以获得集体或者说个人的解放。而第4张牌呢 Aries I know， 抽到这张牌代表的是你们自身非常的聪明，喜欢追求新鲜感，不断的突破和挑战自己。而水瓶座带来的这种敏锐的情绪觉察能力还有共情能力，也会让你们在下一份工作当中变得更加受欢迎。而且呢，你们受欢迎并不是因为你们会刻意的去讨好别人，而是因为水瓶座它自身就有着非常有趣的灵魂，你们自身的这种特质会天然的吸引到一些人来靠近你们。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首先第3组牌的第1张牌圣杯8，它代表的是下一份工作，你们的工作方向上会有一个很大的调整啊，因为这张牌它代表的是你们会放下自己过去所拥有的一些东西，去重新踏上一个追逐自我的人生旅程。所以说下一份工作对于你们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开始。虽然说关于未来你们仍然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动啊，可能说这种变化会让你们感到忐忑不安，但是你们要相信啊，你们的那个未来仍然是温暖且光明的。第2张牌呢，宝剑侍卫啊，宝剑侍卫手里的宝剑代表的是你们拥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敏捷的思维，而且宝剑侍卫敢想敢做，所以说宝剑侍卫他有一种敢为人先的勇气。宝剑侍卫虽然有的时候在工作上可能会做出一些鲁莽和冲动的决定，但是宝剑侍卫又常常会拥有一些阴差阳错的好运，所以有的时候你们在工作当中意气用事所做出的那些决定，有时候还会误打误撞让你们收获到一些预期之外的惊喜。所以说宝剑侍卫它其实象征的是一种旺盛的生命力，而这种特质能够让你们的未来充满任何可能性。而这张圣杯的正位呢，代表的是你们下一份工作啊，会需要你们拥有大量的耐心、沟通能力，还有充分的共情能力。这3点呢，也是圣杯它所预示着你们在下一份工作当中所要具备的一些能力和特质。而接下来的这3张牌，第1张牌就是 Strength， 力量，也就是说下一份工作需要你们拥有一个强大的内心或者说精神内核，并且你们的下一份工作同样也会给予你们很多的力量。发现这种力量其实是你们在下一份工作当中所得到的一些认同和肯定。而这种认同和肯定来自于你们工作当中所接触到的那些人，还有你们周围人对你们的一种认同和肯定。第2张牌呢是 Support，你们的下一份工作能够给其他人提供某种物质上或者说精神上的指导和帮助啊，并且你们在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也给予了你们自身某种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而第3张牌 Healer 啊，也就是说你们下一份工作可能携带着某种疗愈的特质啊，这种疗愈可能是身体上的疗愈啊，也可能是精神上的疗愈。而涉及到的工作呢，会有这种医护啊、心理咨询啊等相关类型的工作。当然也会涉及到这种塔罗师、占卜师啊，他这种性质的工作也会携带着某种疗愈的属性在里边。那接下来的这4张牌呢，第1张牌就是 Jupiter Return 啊 ，Benefits。这张牌木星回归带来的是一种运势上的增强啊，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推动你们人生的发展。而这种木星回归带来的运势增强，也和你们过去不断做出的努力有了某种回应啊，因为木星回归代表的是你们最终的你们的那些努力啊，最终会以某种机会或者说你们意想不到的形式重新回到你们的身边啊，以一种惊喜的形式回到你们的身边，代表的是你们过去所做出的那些努力可能暂时看不到效果，你们暂时会感觉原地踏步，实际上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白费啊，他们都会以一种方式重新回到你的身边给予你回馈。那么第2张牌是 Venus 金星带来的是美啊，会涉及到一些这种物质上还有心灵上的关于美的一些东西啊，这是你们在工作当中会创造的一些东西。而且下一份工作你们有着工作之上的意义啊，就是说它能为你们的人生
填充底色，它会让你们找到关于你们人生的意义和某种存在感。第3张牌是 Moon 兽带来的这种灵魂。第4张牌是巨蟹座带来的 I feel， 所以说下一份工作可能更侧重于这种精神方面的，需要运用到思维啊、共情能力啊，还有就是需要你们有很强的这种情绪上的觉察能力，需要你们对于细节有着很强的专注力啊。所以说在这组牌面上抽到的关于你们的下一份工作，它不仅仅是关于工作本身，这几张牌其实都向你们隐约传达了你们在下一份工作当中所收获到的成长，会推动你们人生的发展，会为你们的人生填充底色。可能现在你们正在经历一段异常艰难的时光，生活的压力、工作的失意、学业的压力，爱的惶惶不可终日啊！挺过来的话，你们的人生就会豁然开朗；挺不过来，时间也会教你怎么与他们握手言和。所以说，不必害怕，在未来世界有你们所热爱的一切。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4组牌。首先第4组牌的第1张牌月亮牌，你们下一份工作可能会需要在夜晚才能找到灵感，或者说可能会需要熬夜来赶工啊。这张月亮牌也代表的是你们一到了晚上就特别精神思绪活跃，创造力十足。第2张牌呢，权杖骑士代表的是一种很强的生命能量。你们自己在人生发展的过程当中，在外人看来你们可能一直都在不断的折腾，你们永远不屈服、不顺从。在外人看来你们可能都会有一点叛逆但是不顺从它也是生命的力量因为凡是伟大的都是叛逆的。所以说我觉得你们在人生最好的时光里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不必在乎别人的眼光，因为你们的生命最终不是成为别人，而是成为自己。请你们尽情的去活出自己的人生因为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第3张牌呢，星币2，你们的下一份工作可能是会需要你们做出大量的决策尤其是在短时间内做出一些很重要的决定，而你们自身又是选择困难，所以说这是你们下一份工作所要面临到的一个很重大的挑战。而接下来的这3张占星神谕卡，第1张牌就是处女座 Virgo，你们工作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完美主义这种完美主义会鞭策你们向上生长也会给你们带来很多痛苦，因为有的时候你们难以接受事情的发展会偏离你们的预期。每一件事情似乎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遗憾其实你们想要达到完美的彼岸，你们首先要与不完美的自己和解带着那些遗憾的事情和解，与过去和解。这个时候你们能够接纳不完美，并且承认事情的发展是一波三折的时候，你们在学业和事业上的发展，你们的内心会比以往更加的强大。那么处女座带来的 analyze 呢，也代表的是上一份也代表的是你们的工作需要你们具备非常敏锐的这种觉察能力观察能力。你们的下一份工作会有大量的这种工作上的细节等着你们去学习。第2张牌呢 Part of Fortune Increase，也就是说你们的下一份工作在金钱的报酬上还有你们得到的学习和成长这几个方面都会有一个大幅度的增加和成长。第3张牌呢，第11宫 11th House Friends， 11宫是你们在下一份工作得到的这个契机或者说机会是你们周围的同事或者说朋友带给你们的。你们的工作当中或者说你们在这个社会上不断发展的本质是你们人际关系的总和，所以说在任何时候你们在工作上也要时刻的注意去不断的扩展自己的人脉而接下来的这几张牌呢，第1张牌就是 Builder，也就是说你们下一份工作你们职业生涯的发展会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前期可能会经历一个比较漫长的瓶颈期当它突破了某个临界点之后，你们会迎来一个爆发，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会需要经历漫长的学习可能是你们从事的这个岗位需要很高的学历。
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会需要经历漫长的学习啊，可能是你们从事的这个岗位需要很高的学历。而第3张牌 Career Change 啊，代表的是你们未来的职业生涯会经历一次很重大的转变，而你们就是这次改变的中心，你们有权利也有能力去改写自己人生的剧本啊。第4张牌 Creative Expression，你们未来的工作啊，你们的下一份工作会结合到你们自身某种独一无二的特质和标签，而你们的灵魂一直都渴望独一无二的表达。所以说在这组占卜的最后的话，这张星币2其实它有一层很特殊的含义啊。星币2是你们在未来工作当中会遇到的问题啊，就是总是无法很好的区分工作和生活。其实我们在对待工作和生活的过程当中，并不需要刻意的去区分它们，因为这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烦恼。其实不存在工作与生活，而是生活与生活，因为工作也是你们生活的一部分。你们的工作是生活的进程，而你们的生活呢，又需要像工作一样去经营。所以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你们的生活，而最重要的生活就是你们的工作。享受生活和享受工作这两者并不矛盾，不要把它看成非此即彼的存在。工作和生活它是作为一个整体融入到你们的人生当中的，所以说要去热爱它，去拥抱它，尝试着去改变它，你们会收获到自己想要的结果，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